日前有官媒消息传出，称歼7系列战机预计将会在今年全部退役，这也意味着我国空军即将告别2代机。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日前发文称，相关的空军专家表示，随着目前中国军事航空工业的产能不断增加，解放军接装先进战机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这将代表解放军空军能够快速退役老旧战机，其中歼7作为解放军目前存量最大的2代机，自然是解放军空军首先要淘汰的战机。空军将彻底告别全部2代机。歼7这款战机基本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从1966年生产到2006年，解放军自用的歼7战斗机已经生产了40年，前后生产了2400多架，并且大量装备解放军海空部队。上世纪80年代一度是解放军空军的绝对主力战机，现在解放军仍然保留改进型歼7H、歼7E、歼7G、歼7L 执行国土防御对地攻击的任务。而近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获得了大量的新战机，许多部队转而驾驶先进的国内研发的战斗机，在飞机和飞行员培训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央视说，歼7的退役程序已于2018年启动，仍在飞行这种飞机的单位将在今年加快这一进程。现在解放军空军内部剩余的歼7部队下降至7个，而在2021年，解放军空军还有12个航空旅部队装备了350架以上的歼7战机，可见其换装的速度。截止目前，解放军全军的歼7系列战机只剩下240架左右。解放军专家杜文龙表示，按照目前解放军新机的接装速度，歼7战斗机很可能将在今年从解放军空军的作战序列中全部退役。从央视的报道和专家的表态来看，做到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首先，中国的战机产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主要是近些年来国内的几个大厂进行了相应的新生产线增加和厂房面积的增加，再加上采用新工艺技术生产战机，战机产量屡破纪录。按照美军中国空军建设的报告可知，仅仅2022年1年的时间，中国新出厂超过160架歼10C、歼16、歼20、歼15战机，这个产能已经超过了美国与俄罗斯同年入役部队的新机。可见目前在全世界，中国的现代化战机迭代速度让解放军能够快速换装大批新机。在强大的产能支持下，目前现存的240架歼7在1年内退役也不是不可能。今年如果解放军的新战机产能还能够达到100多架以上，那么解放军部队换下剩余的歼7不是问题。现在换装歼7部队的战机基本上是中型的歼10A 和歼10C 战机，像歼20、歼16这种类型的重型战机是不会优先接装给歼7这种轻型战斗机部队的。众所周知，我军的轻中型战机部队和重型战机部队是2个系统，所以空军的歼16、歼20一般是替换重型战机部队的老机的。而且从这几年开始，歼10C 战机已经开始接替部分部队使用的歼7了。这几年歼7战机的位置一般都是歼10替代，但是歼10C 目前已经停产，也就是说，目前中型战机这块暂时没有新机了。但是解放军其他部队的歼10A、歼10B、歼10C 战机在接装到更先进的战机后，那么这些空出来的老机也将被交付给歼7部队，以取代歼7战机。毕竟歼10系列战机好歹也是正儿八经的4代半战机，在性能上要比歼7强很多。此外，歼10C 的后继者也将在今年问世，作为歼10C 的替代机型。毕竟歼10C 虽说是我国空军最先进的4代半中型机，但是鉴于当前世界上的大国都在发展购买新一代的中型隐身机，如美日韩的 F-35系隐形战机，俄罗斯的苏75隐形战机，在这个情况下，歼10C 显然是不够用的。因此空军也在发展下一代隐形战机，
就是大家广为熟知的 FC-31隐形战机。在 FC-31改型基础上，空军发展了310工程，这款战机将是未来解放军中型战机的主力。所以说，即便是没来得及换装新机和歼10的歼7部队，也不用心急，会有更先进的隐形战斗机。可以说，如果本年度解放军能够撤装全部歼7，并且补充全部战机差额的话，对于解放军而言意义重大，将大幅度提升技战术水平和空军的整体素质。此外，退役的歼7战斗机可以保留用于训练和测试，或者可以被改装成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发挥新的作用。